果搜索的话，它通常会给你很多照片，然后很多的食谱啊，这个它就是根据你的需求给你一个。给你一个回答就好了。对啊，好，这2个都是问题。第3个演示，我们来上传一个文档。我们把斯坦福大学最新的这个 AI 的研究报告读进来。现在实时的在很多国他读得非常快，几秒钟就把整个读完了，然后他会给你一个总结。对中国的国内的朋友们特别重要的是，这是英文的报告啊。他读完了就帮你总结成中文了，直接总结成中文了。对，所以英文不好的朋友们，你不用担心了，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这个整个总结。最下面还可能会告诉你说，因为你用这个功能，你用万知，就表示你没有读这篇报告，你没读又不懂英文又不好，怎么知道问什么问题呢？他甚至可以告诉你，你可以问什么问题。还可以提出这个提问的建议。对。那现在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是，这图片的搜索。所以如果你挑这个图出来，然后跟他说，你请你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对，你说这个，请把数据轴抽取成为表格，然后根据数据做一个分析，然后这里他就解释给你听它的垂直轴、水平轴，图表的观察，中国的这是对比中国和美国，好像它的这个。空气污染物什么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啊？对，其中中国的下降幅度最大啊，等等，表示我们的空气污染的治理获得了显著的成效啊。我们再试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生成 PPT。现在很多这个知识工作者还有学生，就是以 PPT 作为呈现，没错，而不只是用这个文字。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针对，你是说从文字然后变成 PPT？ 对，我们这里也就是意味着它有着一个设计和包装的功能了。对，我们就给他一句话，帮我做一份对小学4年到6年级学生介绍 AI 的 PPT， 然后他就开始做了。对，现在左边你可以看出现的就是大纲，这大纲里面包括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怎么工作的，发展的历史。影响在日常生活怎么用？因为对学生来说，你讲太深奥的技术，他们也未必听得懂。再往下可以看到未来的展望，有关这个教育、学习、社会责任感、安全，然后最后还有跟人，还挺完整。然后这个现在做完了它大纲以后，就开始生成 PPT 了。哇，包括图片、字体、颜色、对比。都出来了，这一切都是自动的。我们一共就讲了这一句话，帮我做一份这个给小学生介绍 AI 的。当然，如果我感觉我的同事们现在都在后脊背发凉哈，因为我们做创意产业、做传媒产业，还有做传播的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日常最重要的体现我们智慧和我们经验的工作的形态。是。肯定还做不过你的团队，他不是，但是别安慰我们啊。对一个刚入职场的，或者想做一个初稿的，或者学生，作为一个实习生来说，还真是可以省很多的时间。哪怕就是去搜图，你想一个 PPT 如果12页，每页有2张图，你24张图就要搜多久了？天哪！当然，你如果搜的图有些你不满意的，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是对某一张图。这里我们智能家居智能家居这个图不太对，这不对，右边的这好像在实验室里的。对，我们来可以增强搜图，智能音箱是 OK 的。智能音箱是 OK 的，对，那个是家居类的。右边的，我们改一下右边的。改一下右边，智能家居下面有2张图，对，我们改一张右边的。对，因为智能家居是对的嘛，智能家庭系统。看起来也没有错，系统背后可能有硬件，但是一般人看就不会了解应用场景继续增强。对，我们就可以他就会去网上找照片，而且他的图片呢一部分来自于图片搜索，系统的话可能我觉得是，我觉得下面那张图有点像，比如说下面这个图左下角的那个，我们就按这个，然后他就。对，就按这个就好，这都可以了，都可以吧？对，
所以它的，所以你还可以跟它有一个互动，不是说它生成完了就变成了一个死东西了啊，而是说你还可以再不断的给它加强、修改文字，你也可以回去重新发问，因为你做完了 PPT 以后，可以发现说，哎，我可能需要更多的小学生怎么用 AI 的例子，或者是这个跟刚才讲的一样，看你怎么提问。刚才我只提了一个大概20个字的问题，你如果提一个100字的问题，它做出来会更好。或者如果我有几篇文章，我说你基于这几篇文章做个 PPT 也是可以的。哇，那所有这些都是可以用语音的方式来输入的吗？对，现在我们不一定只是文本了，是吗？对，语音现在已经基本是解决的问题了，所以都可以有语音的功能。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语音放进去。哇，你看我们的世界真的是被这个颠覆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写提示词，学会准确地表达自己，有清晰的思路和准确的语言词汇，都变得非常的重要。不然这个机器它就没有办法来理解你的需求是什么。是，哇，好，那所以我应该感到庆幸我在做一个提问的工作，是吗？对啊，你可以开个课教大家怎么去提问。哇，对，但是这个有的时候是什么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哈，就是将来这个 AI 可能也在我们的训练之下变得越来越强。我觉得这肯定会发生的，对，这肯定会发生。但就像你的采访节目，为什么那么多主持人都不能做得像你的这么好？就是因为你有提问的技巧。那把这个技巧传授给大家，只是不是为了采访，而是去把万知和这种大模型提炼出最好的结果，这是巨大的价值啊！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提问，我也不太能够预料到我今天会有什么突发奇想的问题。那这就是在我的人脑这一部计算机里边，它有非常复杂的神经元之间的这种生物电流的联系，然后它就会有一些突发奇想、异想天开的事情，有的时候连自己都是很难去预测的。那可能是最棒的，对吧？可能是有些最有意思、最有创意的问题。对，就像万知，他每次回答不一定是一样的，他有时候会答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也会很有创意。你可以让他写一首古诗。让他画张图，而且每次出来的结果我都不能预测，有时候会很让我这个跌破眼镜。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也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不靠谱的一个答案？偶尔会发生，这个叫做幻觉。就是因为大模型它走神了。其实我会这么解释，它的泛化跟分析的能力，和幻想的能力是相关的，它都是想象力、创造力，所以有点难让它不去有幻觉。但是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功能，比如说在我们问到跟知识型，和新闻型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调用互联网的数据，然后告诉他说，请基于这个为主要的答案，这样就不会犯错了。因为知识型的问题答错了就很不好意思了嘛。问我什么是光合作用，我给你别的东西，或者是新闻，我说。但是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像这样的功能对于学校的老师来说，是不是一场噩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出来以后，很多大学生啊写论文啊什么的都开始使用这样的工具。那有的大学里老师是明令禁止在教室里是不允许用的啊，你们还是要自己来写自己的论文。那有的老师呢相对说，哎，为什么不呢？也可以吧，你们也可以教，但是要注明这个是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你怎么看？我们未来的教育，我们还需要小学生还需要学光合作用吗？